有这么一家企业，从成立之初就不断创造纪录。它在2014年研发出了像纸片般轻薄柔软、可反复折叠的屏幕，震惊全世界。然后它又接连创造了好几个全球第一，比如建立全球首条全柔性显示屏大规模量产线，领先三星4个月量产全球首款折叠屏手机，以及发布业内首个 Micro LED 弹力柔性屏技术。巅峰时期，它被视为国产面板行业之光，全球柔性科技行业领航者，唯一一个有希望打破韩国柔性屏技术垄断的明星企业。创始人也一度登上福布斯亿万富豪榜，名次甚至高于华为、任正非。然而，这家风光无限的硬核科技公司，在真正做到量产且前后融资100亿的情况下，竟然破产了。更诡异的是，如此重量级的科技公司遇到困难，应该不乏投资机构或相关企业出手相救。但柔宇从2021年被曝拖欠薪资至今，从未获得外界任何实质性帮助，哪怕是传闻中想要收购它的华为，也辟谣从未有过投资的计划。那么，柔宇为何离奇破产，又为何孤立无援？这期品牌故事，我们就来剖析柔宇的10年败局之路。在任何关于柔宇的报道中，都离不开创始人刘自宏。他来自江西抚州，有一份典型的学霸履历。17岁成为抚州理科高考状元，曾获全国奥赛物理与化学1等奖。考入清华攻读电子工程系后，又继续留校保研，之后进入斯坦福，并在短短3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为啥要强调3年？因为作为世界顶尖学府，斯坦福博士毕业的平均时长是5年。2009年，他博士毕业之后进入了 IBM 纽约总部工作，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一心只想着创业，哪怕在 IBM 工作期间，也一直谋划着寻找创业资金。终于在2012年，他和几位斯坦福及清华校友回国，共同成立了柔宇科技，主攻柔性屏研发。至于为什么要做柔性屏，刘自宏解释道，他一直觉得人们生活中有一个矛盾，即享受大屏幕带来的视觉冲击时，又不得不面对大屏幕的不便携性。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成为了他的执念。在斯坦福学习的时候，他偶然一次躺在校园的草地上，望着弧形的天空，突然有了灵感。如果能研发出可以卷曲折叠的屏幕，岂不是就完美解决问题了？柔宇刚创立时，柔性显示还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学术界和工业界对这个方向的研究和关注都很少，材料、工艺、器件、电路设计等很多层面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当时有传统显示领域的专家认为，柔性显示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有可能实现产业化。但刘自宏判断柔性显示是未来的大趋势，投身柔性显示创业一定是对的。公开资料并没有提到柔宇的技术到底从何而来，但公司成立仅仅2年后，他就拿出了样品。2014年，柔宇发布了业界最薄、厚度仅 0.01 毫米的柔性显示屏以及柔性传感器，其卷曲半径只有1毫米。现场的演示中，仅仅晃动手掌，这块显示着彩色图像如纸片般的柔性屏就能随风丝滑地晃动起来。这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关注，因为实在太超前了。作为对比，在柔宇之前20天，韩国厂商 LG 对外展示的18寸柔性屏卷曲半径是3厘米，国产厂商京东方2013年底推出柔性屏，卷曲半径也有2厘米。柔宇的1毫米卷曲半径简直就是外星科技。在解释技术原理的时候，刘自宏甩出来一个新名词 ULT NSSP， 中文名超低温非硅制成集成技术。关于这项技术真正说清楚实在太复杂，恐怕要几千字，限于篇幅，咱就浅解释下，如有错误还请大家指出。当时业界柔性屏技术分为2种，一种是 LTPS， 由三星、LG 等韩国企业为主导，采用传统硅基材料打造；另一种是 IGZO， 即因加锌氧化物技术，日本夏普主导，更多用于 LCD 大屏。这2项技术中 LTPS 一直都是主流，各家也默认走 LTPS 路线。但受制于硅基材料限制，用 LTPS 就离不开高温脱氢、离子注入、激光结晶等复杂工序，最终生产出来的柔性屏幕不但厚度和重量难以控制，瑕疵率也更高。这也是为什么当年柔性屏技术很难突破。所以柔宇就另辟蹊径，重拾被行业不看好的 IGZO 技术。IGZO 不需要硅基材料，也就没了上述弊端的存在。理论上不但可以缩短工艺制成，也能大幅提升良品率和显示效果。
然后刘自宏为了体现创新性，与已存在的 IGZO 做出区分，就自创了 ULT NSSP 这一新名词。总之，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柔宇是在一个已存在的技术上做改进，相当于新瓶装旧酒。但这不代表柔宇丝毫创新都没有。IGZO 此前主要用来驱动 LCD 液晶面板，柔宇反其道而行之，用来驱动 OLED 面板，开创了全球首个氧化物驱动 RGB OLED 量产线。甚至因此，刘自宏还骄傲地表示，自己是与三星唯二掌握全柔性屏显示技术的厂商。更重要的是，这项新瓶装旧酒技术当时真的得到了外界认可，或者说是成功忽悠到了外界，一度差点成为行业发展方向。当然，这都是后话，具体后面再解释。OK， 我们继续从柔宇发布全球首个 0.01 毫米的柔性显示屏说下去。当年，柔宇展示了样品和技术后，这么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创业公司，立马成为了业界最闪耀的新星，被冠以三星、LG 等巨头的挑战者。随之而来的是投资机构的疯狂青睐 ，IDG 资本、松禾资本、深创投等一大堆初创公司想都不敢想的名字出现在柔宇科技的投资方名单中。第2年就完成了近11亿人民币 C 轮融资，甚至还有国外的产业资本愿意用3亿美金收购柔宇。这对于仅仅创业2年的刘自宏来说，绝对是高回报。有钱有技术，正常情况下，柔宇的下一步就是实现真正的量产。事实上，那块 0.01 毫米的全彩色柔性屏发布后，确实有不少厂商主动上门寻求合作，希望能一起加快在终端的落地。但奇怪的是，柔宇全都给拒绝了。当时刘自宏的回应是，工艺和配方等东西是没有办法通过专利进行保护的，团队有很多顾虑，无法进行下去。言外之意就是，柔宇担心自己的技术会被合作方窃取。此番言论一出，寻求合作的厂商反而质疑起来了，柔宇的技术到底能不能量产？你小子莫不是 PPT 玩家？刘自宏只好又向媒体回应，柔宇所有工艺技术路线的开发都是在产业级的设备上做验证的，这个过程外界看不到。因此，在相互怀疑之中，柔宇缺乏外界合作渠道，产品也迟迟难以推向市场。无奈之下，刘自宏做了个大胆又费钱的决定，自建产线。不得不说，柔宇的影响力是真强。放出自建产线的消息后，各路资本又抢着来投资了。仅在2015年就融了17个亿，其中不乏国家队资金。钱来得太快，被光环包围的刘自宏开始四处宣讲自己的柔性星球梦想。他在招聘时高声说道：“你错过了华为，错过了腾讯，错过了大疆，你不能错过柔宇。”许多知名面板厂商的员工因此慕名而来。2015年7月，柔宇正式启动世界首条超薄柔性显示模组及柔性传感器量产线。同年10月，又率先启动柔宇国际柔性显示类6代线、5.5代线基地项目。然而，到了这个时间点，外界新的质疑又来了，因为柔宇的自建产线只投入110多亿元，准确的说是一期投入60多亿。是不是觉得很多钱？其实不然。显示面板是重资产行业，特别是高世代线，动辄都要几百亿的投资。以京东方来为例，当时在鄂尔多斯的 5.5 代线投资额为220亿元。作为对比，柔宇那么低的投入真的靠谱吗？更离谱的是，后来刘自宏还在员工大会上说，我们用不到100亿做了三星、京东方几百亿才做成的事情，未来我们才是领军者，京东方、华星光电这些公司都会是一地鸡毛。看到这儿，你以为柔宇是 PPT 忽悠投资人？然而并不是。2018年6月，柔宇的自建产线真的成功点亮投产了。当时媒体那叫一个夸赞，环球网直接写道：柔宇是国产高科技自主创新的代表，领先国际同行。柔宇也没有让媒体失望，投产后5个月就发布了全球第一款可折叠柔性屏手机 FlexPi 柔派，售价8999元起。这不是概念机，是真正的量产可使用的消费级 5G 折叠屏手机。同一时间，三星的 Galaxy Fold 还在为测试机出故障而头疼，华为的 Mate X 还处于概念阶段。2019年2月，在巴塞罗那的世界通讯大会上，三星与华为都把折叠屏手机放在一个玻璃罩里展示，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只有柔宇是唯一一台可以摆出来随便让人上手把玩的折叠屏手机，出尽了风头。当时的外国媒体也纷纷以折叠屏手机鼻祖来称呼柔宇。首战告捷后，柔宇便开始不遗余力地从方方面面推广自家的柔性屏幕技术。
比如2019年的春晚深圳分会场上，柔宇展示了由960块屏幕组合而成的30件舞蹈服装，充满了科技和艺术感。深圳宝安机场的 T3 航站楼内，柔宇建造了一棵5米高、挂满500多片8英寸禅意柔性屏的大树，屏幕闪烁着彩色动态图，触感柔软可弯折。再之后 ，LV 的手袋、泸州老窖的酒瓶上等等，都出现过柔宇的柔性屏，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殊不知，2019年已经是柔宇最后的高光时刻了。2020年底，柔宇 IPO 失败，资金链开始紧绷。2021年底，柔宇大规模欠薪，逐渐走向破产。柔宇的破产的关键点在于技术无法商业化，简单理解就是花了重金研发的柔性屏始终没有合作方愿意买单。纵观全球所有的显示面板相关企业，其商业模式都是把屏幕卖给合作商来赚钱。即坐在产业链上游，靠核心技术攫取利润，很少有自己下场专门做终端的。哪怕是强如三星，他们的屏幕也主要是以供应商身份卖给合作方赚钱。但偏偏柔宇生产的柔性屏没有任何一家合作商买账，无奈之下只能砸重金自己做终端。比如全球首发的折叠屏手机，那么柔宇的折叠屏做得怎么样呢？从当时测评机构的反馈来看，评价只能用3个字来形容：辣眼睛。由于屏幕是塑封的，在反光环境下看上去斑斑点点的，充满了塑料的廉价质感。反复折叠的时候，屏幕折叠位置也会发出异响，就是折叠塑料的那种声音。至于关键的铰链部分，折叠后是半开放的，无法完全闭合，显得手机特别厚。值得一提的是，这部手机在首次开机时还标明了特别多的温馨提示，挑2条比较奇葩的。一是充电时必须把屏幕展开，或者暂时不要使用手机；二是当环境温度低至零下2度时，建议不要折叠或展开屏幕。这就很尴尬了，玩个手机还这么多限制。总之，初代柔宇折叠屏更像是个半成品，为了当第一而赶鸭子上架。反映到销量上也是惨不忍睹，柔派手机上市11个月后，天猫旗舰店销量仅200余台，哪怕是后续更新的 FlexPai 2代也没激起什么水花。手机的失败对柔宇的打击非常大，因为这意味着柔宇一直寄希望于靠自己下场做终端的做法压根儿就行不通。故事到这里，问题又回到了起点，为啥没有手机厂商愿意用柔宇的柔性屏？前面已经提到了一部分，这里再简单重复一下。一是刘自宏不信任合作方，担心技术外泄，柔宇被迫自建产线。然后外界又质疑柔宇的产线投资规模太小，加上对技术路线的怀疑，希望柔宇能公布良率再进一步说话。但柔宇始终没有公开，只暗戳戳地说良率相当高。直到后来柔宇冲击 IPO， 人们才在招股书里根据产量估算出2019年的良率为 36%。柔宇产品的低良率不仅让自家的折叠屏手机柔派在上市后频繁出现问题，导致退货率和返修率大增，也使得很多厂家不相信其技术成熟度。因为良率决定了产品生产的成本，良率低，成本就高。坊间传闻，柔宇很早就与华为、小米、OPPO、vivo、中兴等头部手机厂商进行过谈判，但柔宇坚持报高价。据柔宇离职的员工透露，其中某手机品牌希望以$150一片的价格购买柔宇的折叠屏幕，但刘自宏方面开价$500，最终价格并未谈拢。除了良率带来的高报价，柔宇技术的落后也是不被认可的原因之一。说到这儿，声明一个被公认的事实，在2018年柔宇刚投产之时，确实是有技术上的先发优势，但由于忽视了一项关键技术迭代，柔宇的技术水平始终停滞不前。这项技术叫做高电子迁移率氧化物，如果能实现量产，将显著提升显示器件的性能和寿命。其实柔宇从2015年就已经着手开发高迁移率氧化物技术，然而在2019年前后，当刘自宏得知团队还需要再投入1亿开发费用后，他选择了拒绝。他认为现有技术已经足够保证量产，没有必要砸重金改善，当务之急是赶紧商业化，让公司活下去。错过这项技术迭代后，柔宇的 IGZO 方案逐渐落后于三星的 LTPS 方案，以至于后来新发展出来的 LTPO 方案。这里重点提一下 LTPO 方案，这是一种 LTPS 和 IGZO 结合的方案，具备电子迁移率高的特点，取得了显示与功耗的平衡，目前已经被主流手机厂商广泛使用。因此，在快速迭代的面板行业中，柔宇已经彻底失去了竞争力。下面我们再考虑一个问题，柔宇从20年底就开始资金链受阻，为啥一直到申请破产这几年都没有任何机构去拯救它？
正如前面所说，一方面柔宇的技术在目前的面板行业里已经失去了竞争力，没有救的必要；另一方面，柔宇过往种种骚操作已经给外界留下了不靠谱的印象，给再多的钱怕是也无济于事。比如在2021年11月，柔宇在债台高筑的情况下，获得了一笔6亿元的大额订单合同救急。按照合同约定，柔宇将为客户提供自主研发生产的柔性 OLED 显示模组，2022年开始陆续出货，2年内完成全部订单交付。如果柔宇能好好交付，说不定还能挽回声誉，扩大客户群，有机会起死回生。但刘自宏拿到预付款后没有投产，反而用来还债了。这不但没有让资金滚动起来，还伤了来之不易的人脉。既然民间资本不敢再碰柔宇，那剩下的只有政府方面了。其实早在柔宇冲击科创板失败，深圳市政府就聘请了几家专业机构，对柔宇的全柔性屏头片生产线进行现场考核，共同商讨柔宇的出路。接近柔宇的人士称，当时已有投资方抛出橄榄枝，但最终被刘自宏拒绝，认为这是趁火打劫，不是雪中送炭。还有人透露，柔宇后期多次融资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刘自宏不愿意稀释股份，主动降估值，甚至在撤回科创板上市申请之后，刘自宏仍然坚持高估值，对诸多投资人的条件不妥协。看到这儿，不得不说，柔宇走到今天这一步，也离不开刘自宏这骄傲自大的个性。OK， 最后，目前柔宇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首先是融资方面，界面新闻在5月份的报道里提及，目前对柔宇感兴趣的所谓投资人几乎全是中介，真正的投资人看到柔宇现状只会掉头就走，融不到钱，又欠着大批外债和员工薪资，破产重整成为了员工和投资人的共同诉求。这是一项通过调整债权人、出资人权益，恢复债务人自身造血机能，或引进外部投资人对债务人进行书写，可能使企业获得重生的制度。刘自宏本来很嘴硬，在4月份还拒绝重整，并在听证会上强调公司仍在正常经营，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6月的信息显示，柔宇已经主动申请了破产清算。最新情况是9月13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柔宇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公司及旗下2家子公司的管理人就欠付工资公布了第一批债权清单，确认欠付工资总额超过3500万元，后续如何处置仍未知。另外，创始人刘自宏已经卸任柔宇董事长兼 CEO， 目前只保留公司大股东身份。前段时间被人拍到他出现在了2024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观众席。公司破产，欠着一屁股债，竟然还有心情飞到美国去看球赛，难道是柔宇有救了？还是说意识到无药可救，直接躺平了？